启用新空军基地，距离中印实际控制线仅30公里。阿3是真线。据报道，11月13日，印度空军司令辛格驾驶 C-130J 超级大力神运输机首次降落在拉达克地区的穆德诺马空军基地，该基地海拔约4000米，距离中印实际控制线仅30公里。这意味着什么？这在现代战争几乎就是前线，根本谈不上什么缓冲带。印度退役空军元帅也直言，这个新基地将会给中国和巴基斯坦两个对手带来新的挑战。从地理位置来看，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后勤训练场，而是典型的前沿作战基地。其选址本身就表明，印度希望在冲突爆发时抢得先机。先来看看这个基地的部署能力。穆德诺马空军基地拥有 2.7 公里的水泥跑道，印度官方确认这里可以供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起降。据报道，该基地可支持苏负 30MKI 和阵风等先进战机，大幅提升印度高原地区的投射能力，尤其是阵风战机。其配备的 Scalp-1 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约500公里，意味着从拉达克高原起飞的印度战机可以威胁到我国西部深处的战略设施。这种部署使得印度空军的覆盖范围一下子扩展到西藏腹地和克什米尔腹地，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构成双重压力。不过，高原环境并不友好，4000多米的高原上空气稀薄，重型战机推力大减，性能无法与低海拔地区相比。换言之，印度如果把满载战机的基地搬到如此极端的高海拔，这里飞机的航程、可用载荷和后勤保障都会明显受限。印度这一前线基地开通后，可能会大幅压缩我国边境部队的预警时间。印度媒体称，穆德诺马基地将加强印度在高原地区的威慑和反应能力，也就是说，印度战机从这里起飞后几分钟内即可抵达中印控制线附近上空，令我国军队的预警和拦截时间急剧压缩。印度的前线基地离得越近，中国就必须投入更多的防空系统和巡逻兵力来应对。但反过来，印度这个所谓的新空军基地离得那么近，一旦边境冲突升级，整个穆德诺马基地将暴露在我军的火力之下，成为活靶子。这个基地的位置，印度几乎等于把自家空军的脖子递到了我军的炮口底下。一旦中方动用远程火箭炮，甚至东风导弹对其实施打击，它就会瞬间毁灭。所以说，这种近距离的前沿部署，反而显著增加了印度基地被打击的风险。而且，尽管中印在2024年签署了缓和协议，但边境双方仍然互不信任，对两边的部队存在感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持续增强。我们也在边界线部署了更先进的雷达和导弹防御。印度穆德诺马基地的启用无疑会破坏了边境和平的良好势头，使对峙风险进一步上升。除了对华，这个高原新基地也对巴基斯坦构成压力。拉达克与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相连，印度从这里出动的战机同样可以快速抵达巴控地区的上空，实现对巴基斯坦北方的打击与警告。印度空军已将阵风战机部署在靠近巴基斯坦的安巴拉基地，现在穆德诺马基地投入使用，就相当于印度在战线上又添了一个利器。可以预见，印度此举必将刺激周边国家做出反制。巴基斯坦方面早已加速引进中方支援，其报告采购的中国歼 10C 战机就是为了应对类似的挑战。中国也在边境地区大力升级军事设施。据媒体报道，中国已在日喀则、定日、龙子等多个空军基地建设导弹发射井，部署新型防空系统。种种迹象表明，南亚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因此进入新的螺旋式上升阶段。如今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方在边境地区不断加强部署，区域安全形势只会更加紧张。印度近年来国内经济压力加大，社会矛盾频发，就想着利用边境问题给国内秀肌肉来转移注意力。这次高调宣传空军基地投用，很可能也是一种政治作秀，用所谓的国家安全给民众打鸡血，却并没有真正解决印度自身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印度还鼓吹说这个基地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我看它改变的只有挨打规则。从长远看，印方这一系列高海拔前沿部署明显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象征工程，它靠邻国的太近，容易被打，高海拔又难以维护，后勤保障也难以跟上。印度有这资金和闲工夫，不如把精力用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周边经济合作上。从中巴印边境的视角看，这一举动无疑在边境对峙中开了新战线。对和平而言，这样的基地升级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只会使喜马拉雅地区更加剑拔弩张。印度若真要实现稳定与发展，就不要在不断制造新的军事冲突点作死。